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新年好！师父新年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全家幸福，出入平安，事事顺心，财源滚滚，好事成双，早日脱单，破镜重圆，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这一年这么多的原因这么多的因素，我认为呢，那么健康就是最重要的。因此呢，在新年的第一场直播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菩提禅修的见证，看看菩提禅修给多少人、多少的这个疑难杂症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欢乐接下来呢，就听听他们的分享。感恩师父。那今天呢，带给大家的第一个见证的故事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刘金元告别了全身的头痛，重拾健康人生。让我们一起看他的视频。大家好，我是刘金元，今年55岁。我在22岁的时候，在一间印刷厂当切纸机操作员。由于长期需要搬运很重的纸张，我的颈部、肩部、腰部、膝盖疼痛，连我的手指都变成僵硬了。后来我就当一名私造车司机，一天需要16到17个小时驾驶，导致这些部位的疼痛加剧。当我的手握住方向盘的时候，手指会僵硬。下车的时候，我需要用我的手将我的双脚扶出车外，等5到10分钟才可以慢慢地站起来。这些疼痛导致我无法入眠，困扰了我10多年了。每天在床上翻来覆去，平均的睡眠只是4到5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的操作晒板机，我的眼睛好像有一层雾笼罩着，眼前也有小小的东西飞来飞去。有一天，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感觉到天旋地转。1个礼拜发生了2、3次，让我感到很害怕。通过太太的介绍，我参加了八卦内功基础班。走八卦内功的第3天，我就很容易入眠，在床上躺5分钟就睡着了，能睡到7到8个小时。早上起来精神饱满。课程的第5天，当我从车内望住车外，外面的一切变得非常清晰。以前笼罩在我眼前的一层雾也不见了。基础班的那7天，我的晕眩问题全程都没有发作。我走完八卦5个月以后，我的颈部、肩部、腰部、膝盖的疼痛减轻了50%。我继续走八卦走了1年，这些疼痛都消失了。我现在也能转头看望后镜，当我下车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走了。我的手指也不再僵硬了，我的心情变得开朗、愉悦，也主动地跟乘客讲话。我现在过着非常充实的生活，学会了爱惜生命的一切。感恩金菩提宗师。哇，看他这个见证多好哈！是呢，全身的疼痛消失了，对，还一觉睡到天亮，视力也清晰了，真好，真的是为他高兴啊！恭喜师兄，恭喜啊！那也请师父给刘金元师兄送一个小礼物吧。好，这个和田玉这个小手串呢，送给新加坡的刘金元朋友祝你健康快乐，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好。
好的，接下来给师父和网友们再分享一个好故事，是来自马来西亚焦来禅堂的姚道华。他的故事是：我是姚道华，来自马来西亚焦来，今年74岁。我有脚拇指外翻的家族病史，我的姐姐也曾因此接受过矫正手术。2020年起，每当我步行的时候，脚板就会疼痛不已，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作息。看了医生之后，医生也建议我做矫正手术。我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做手术。为了确保手术能顺利安全地完成，手术前我还特地做了全身检查。检查报告显示，所有健康指标都很漂亮，我这时才安心地走入手术室。但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我开始呼吸困难，双脚变得肥肿，肚子胀得很大，不能正常排尿，还必须通过插导尿管来排尿。医生诊断我有肾衰竭、肺积水、肝发炎的迹象，因此安排我紧急转入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当时我的肾指数直线飙升，一度飙升到652，是正常值的6倍，正常值是64到104。那肾功能呢，只剩下18%而已，非常的危险。家人紧急为我到菩提禅堂点灯，希望能保佑我平安吉祥。我想是佛力的加持，在1个星期后，我脱离了生命危险，被转入普通病房。虽然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是我的肾指数还是高居不下。依据医生的诊断，我必须持续洗肾6个星期，每个星期洗肾3次。因为我不能自行排尿，从此我便与尿袋为伍，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在我持续洗肾1个月后，肾指数逐步下降，降到了254，就停止往下跌了。当时我的肾功能指数距离正常指标还差得很远呢，因此医生建议我必须要继续洗肾。我的手术医疗费也从原本估计的2万马币飙升到9万多马币。每周洗肾3次，每次都要耗费4小时，洗肾的过程又非常的痛苦，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要另寻出路，不能这样下去了。幸运的是，我的小姨妹一直有跟金菩提宗师 YouTube 频道学习，她觉得走八卦可能会替我带来新的转机。于是在她的建议下，自2022年11月中旬开始，我每天都会修炼1个小时的八卦内功。每天早上，我带着尿袋认认真真的走八卦。1个月后，我高居不下的肾指数就逐渐下降了。这个发现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很想尽早甩掉恼人的尿袋。之后我还参加了菩提禅修健身班。第一次修炼大光明修持法的时候非常辛苦，但做到第3遍后就渐渐适应了。很快呢，我通过走八卦和修大光明，我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肾功能逐渐恢复，肾指数也降低到了194。3个月后呢，我去复诊，连医生也难以置信，我的肾指数竟然有那么明显的改善，降到了164。所以医生说，我不再需要洗肾了，我也可以正常排尿，摆脱令人尴尬万分的尿袋，我真的好开心。1年后，我的肾指数持续又降到了132。之后我每4个月都会去检查，肾指数都保持在132左右，已经稳定的接近正常值了。医生说，对一个曾经洗肾的患者来说，我的情况已经算是非常好了。现在我仍然保持每天走八卦和修大光明各1个小时。我相信我坚持修炼，肾功能一定能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健康快乐的过上每一天。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传授的八卦内功和大光明，让我找回健康和快乐。感恩宗师。哇，他这个太好了哈！是的，对，这个洗肾的病人呢，然后那个指数能够回转到这么几乎就到正常值了，对，而且还摆脱了这个尿袋，那谁也不愿意带着尿袋生活呀，真的太不方便又那个，对，真的真的，师父，我们要给他一个好的礼物哈，鼓励他，也让他在新年中更加的健康吉祥。好啊，这一盘子哈，茶叶茶具哈，
送给马来西亚的姚道华，祝你的好运连连，健康长寿。好，师傅，接下来又是来自新加坡的梁生红，他带来的是一家人的受益。我们先听一听他自己的受益哈。师傅好，我是梁生红，来自新加坡。2022年3月，我到一家美国的公司应聘，面试过程从3月一直延续到4月，总共进行6轮面试，竞争非常激烈，总共有200位申请者。但是最终只有1位能够被录取。这段时间里，我到新加坡禅堂为自己点灯，希望能够顺利的通过面试。当时正好是在清明节期间，我也为我的祖辈都点了灯。每一次在网络面试的时候呢，我都在我的桌子上摆放上师父的吉祥卡和金刚杵。这些法物让我在面试的时候感到更加的轻松和自信。我也发现自己能够智慧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最终我成功地脱颖而出，获得了这唯一的职位100%呀！我深深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加持，让我顺利获得了这份理想的工作。那么呢，师兄还有他儿子的受益哈，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他说，我的儿子叫梁义祥，今年11岁。由于我母亲经常在家里念佛，还有观看师父的开示，儿子也在一旁听，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认识到师父的法力高强。儿子在参加新加坡禅堂的活动中，非常开心地获得了2条手串，一个是枣木手串，一个是草莓水晶手串。从此他白天晚上都会戴着手串。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摘下来的时候，他回答说，你们大人不知道，我戴了这个手串之后，晚上睡得很香甜呢。在2023年的浴佛法会中，他特别喜欢上了一条紫水晶手串，每次考试前他都会带着这条手串睡觉，甚至在考试的时候也不摘下。他相信这条手串能给他带来好运和智慧。儿子也特别喜欢师父的加持水，把这些水视为珍宝，还经常会对我们说，这些水你们不能喝，这是我考试的时候要喝的。我们也常为儿子点灯祈福，希望他能顺利地应付学业和考试。果不其然，儿子的考试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在去年年底的考试中，所有的科目都考了90多分，尤其是数学还考了满分100分，成为整个学校数学第1名。看到儿子如此出色的表现，我们的心里既骄傲又感恩。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护佑加持，让儿子在学习上、在成长上都获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那么还有，他的母亲呢也写了自己的受益哈，那也给师父和网友们来读一下。师父好，我叫莫秀鸾，今年72岁。我要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加持护佑，让我心想有成，获得健康和吉祥。我在20多岁的时候呢，有3、4次在厕所里不小心滑倒，整个人摔坐在地上，结果伤到了尾椎骨。但当时因为年轻嘛，每次滑倒都没有太在意，没想到这些小伤后来成了大问题。大约35岁的时候呢，我发现每晚睡觉的时候，我的右半身会麻痹和酸痛，无法入睡，腰部呢变得僵硬，盆骨也开始疼痛，导致我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做家务需要弯腰或抬腿的时候，只能忍着疼痛。经过 X 光检查，发现是坐骨神经的问题。经过了10多次的物理治疗，情况有所改善。但由于当时我在工厂工作，需要搬运重物，腰部经常受力，导致背部的状况时好时坏，始终没有完全康复，只能靠擦药油来缓解疼痛。到了55岁退休以后呢，我又帮忙照顾3个孙子，每天抱着孩子，疼痛依旧，还是只能依靠擦这个药油来缓解疼痛。孙子经常抱怨说，奶奶，你每天晚上擦着药油很臭啊，这让我感到既无奈又心酸。这样一熬就是30多年，就到了70岁了。
我的老朋友庆冰师姐知道我的情况后，就鼓励我到菩提禅修来学习。2021年的7月份，我参加了师父举办的网络直播最美丽的礼物念佛班。师父带着我们念佛时，我非常虔诚地祈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健康吉祥。每次念佛，我都感受到身体逐渐变得温暖，仿佛被一股温暖的能量包围着。没想到在念佛班的第4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天我送孙子上学以后，原本计划去菜市场买菜的，可是我就忘了，结果呢，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呢，儿子跟媳妇跟我谈话，发现我好像记不得最近的事情，连当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也记不得了。儿子非常担心，赶紧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拍了 X 光，还有核磁共振的扫描，发现我的一条脑血管异常扩张，如果继续扩张下去，就会有爆裂的风险，就是脑出血，所以就需要进行手术。我在那段时间呢，确实也感觉嘴唇麻痹，还不自觉地一直咬着嘴唇。医生解释说，这种脑血管扩张的情况很难被早期发现的，我们能够这么及时地察觉到，实在是非常幸运的。当时我就非常感恩，一定是观世音菩萨的护佑，才让我及时去医院检查的。此外呢，医生也好奇地问，你当时失去记忆的时候，今天早上是怎么回家的呢？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后来我就想起来，是我的朋友庆冰师姐曾经送给我一张师父的吉祥卡，我每天都放在皮包里，一定是师父在关键的时刻引导我平安回到家了。当时我虽然住院呢，但是依然坚持在病房里，也参加网络的念佛班，虔诚地祈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健康吉祥。在念佛班的第7天，我念佛的时候感觉到背部突然非常热，好像有一股强烈的能量在流动。当晚睡觉的时候，右半身的麻痹感显著缓解，比以往轻松了很多很多。我感到了一丝希望，这种感觉是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第8天念佛的时候呢，我的背部再次感觉到那股热腾腾的能量在转动。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我突然感觉，腰部变得松弛了许多，像是长久以来紧绷的肌肉终于得到了释放。那天晚上，我的身体右边没有再出现麻痹的情况了，也不需要再起床来缓解疼痛了。当晚我睡得非常香甜，隔天醒来，我感到精神焕发，终于体验到久违的安稳睡眠。从那一天起，我的盆骨和右腿也不再疼痛了，走路不需要一瘸一拐了，脚也能抬起来了。念佛班课程结束后，我的背部已经完全不痛了。于是我把所有的药油都丢掉了垃圾桶里，因为我知道再也不需要它们了。在念佛班的第10天，我可以出院了。出院前，医生说每半年回来进行一次脑部的检查。那念佛班圆满后呢，我每天继续念佛1个小时，而且和儿子一起去走八卦内功。1年后我去复诊的时候，医生说我的脑血管恢复正常了，以后不需要再回来检查了，这个随时可能脑出血的隐患没有了。不仅如此，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曾经有长达15年的夜尿问题，每晚不得不起身3到4次上厕所，这不仅影响到了我的睡眠质量，还让我白天精力不足，疲惫不堪。此外呢，我每晚都会做噩梦，梦境都是重复的、相同的情景，不是突然被冲进大海里拼命挣扎，就是迷失了方向，越走越黑暗。这些梦境十分真实，每次都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让我没有办法得到休息。然而，通过念佛和修炼八卦内功，这2个问题神奇般的消失了，我终于可以安稳地睡觉了，心里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加持。这3年来，我每天都继续念佛1小时，到现在为止，坐骨神经痛从来没有发作过。上个月我还去美国探望我的妹妹，走路走了1整天都没有问题。
我非常感恩庆兵师姐，她仿佛是我身边的一位菩萨。我更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尊贵的师父给予我的护佑和加持。当初念佛班结束后，我也来到了禅堂，迎请了40多张观世音菩萨的吉祥卡，与我的朋友和家人结缘。愿观世音菩萨也加持护佑他们。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哇，这又是一整家人来菩提的手艺啊！对，多好！你看，先是这个儿子哈，就是找到了工作哈，特别顺利，200人呢，真的不容易呀。对，他有师父的法物的加持，吉祥卡的加持啊，他还给自己供了灯。你看，所以我们要到禅堂多供灯啊！供灯就是有的时候人力不可为的事情，这个佛力就帮你做到了。哎呀，真好啊！然后再说那个小孩子，对，11岁，那么有悟性，他的手串戴着，睡觉也要戴，考试也要戴，成绩那么好，对吧？对，睡觉戴着都安稳。对，还有师父的加持水，还有视如珍宝。哎呀，你们不要喝，要留给我考试的时候喝哈。对，多聪明呀！孩子好有福气。对。那这个老妈妈，哎呦，我们听了更开心了，真是，这脑血管都修复了。没错，她就差一点都爆裂了。对，真是师父救了她啊，救了一命，对，好危险的啊。然后夜尿问题也解决了，她这个骨头痛、什么腿痛这些全都解决了啊。你看清清爽爽的，哎呀，真好，太好了，太好了，感恩师父。那也请师父给这一家人来挑选精美的礼物吧。好的。那这一盘的礼物呢，是送给新加坡的梁生红全家的啊。哎，你看这个红的哈，哎，龙的大龙袍，送给梁生红哈。那哎，这个蓝玉髓的项链呢，送给老妈妈的哈，祝老人家呢健康长寿，笑口常开哈。哎，那有2个东西呢，送给孩子的哈，哎，孩子也这么受益。你看，小吉祥茶虫很可爱，哎，吉祥，祝愿这孩子呢吉祥如意，还要金榜题名，哎，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哈，祝你们全家呢吉祥如意，全家欢乐幸福。收到，感恩师父。那我还要送个礼物呢，送给去帮他们度化他们的这个庆兵师姐哈，功德无量哈，这个蓝玉髓的坠子哈，祝庆兵师姐呢健康长寿，笑口常开。收到，感恩师父。好的，接下来再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个故事。我是严玉花，今年65岁，来自马来西亚甲洞。2018年的一个大雨天，我家屋顶漏水了。当时因为家里没有其他人，雨停之后我就自己上了屋顶修补。结果呀，一不小心一脚踩空，我整个人就从3米高的屋顶上摔了下来，后背着地，直接晕了过去。半个多小时后，我才原地醒来，我感觉整个后背超痛，不能动。我赶紧给家人打电话，很快就被家人送去医院了。医生检查后说没有骨折，只是脚有点摔伤，住院5天后就能出院了。但是我总感觉到腰部有块巴掌大的地方一直有麻麻的疼痛感。从那时起，我不能久站，也不能弯腰太久。只要站半小时，腰就会酸痛的好像要折断了似的。不行了，腰要断了，这好像变成了我的口头禅。但只要坐下来或靠着就没事了，所以我只能做些简单的家务，就连拖地、搬东西都做不了了。后来我朋友介绍我去接受针灸治疗，我每次都要被从头到脚扎100多针，但针灸了1年都没好。我又换去一家跌打按摩馆，老板说按摩3次，疼痛就会有改善。我按摩时痛到飙冷汗，
还是咬牙坚持了3次，却仍然没有任何的效果。2019年8月，我遇到了10年没见的朋友，他热情地向我介绍菩提禅修健身班。我一听到健身，我就答应了。结果健身班的第1天，我以为我又被骗了，因为这里不是我想象中的健身。但想说，既然来了，我就跟着做吧。结果奇迹发生了。在健身班的第4天念佛的时候，我跪在药师佛前，真诚诵念。突然，我腰部巴掌大的痛处一下子缩成了一个小点，就像钢针一样扎在腰里，刺骨的痛。我是很能忍痛的，但那时我都忍不了了。我跪在药师佛前，祈请药师佛快救我命啊！随后，这个疼痛瞬间就消失了，一点痛都没有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又神奇又感动，我的眼泪一直流，感觉走进菩提太晚了。要是我早一点来，就不会受那么多罪了。自从那天起，我拖地搬东西都没问题，不管是久站弯腰都不痛了。我暗自庆幸，菩提禅堂我来对了，太值了。感恩药师佛，感恩净菩提宗师，让我的顽疾瞬间消失了。哎呦，真为师姐开心呢！这个腰痛是很难治的。对，而且他那个意外又特别的严重，就是3米多摔下来。对，老师，他这个见证有一个点哈，就是他其实是在念佛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就是他腰部那边有个巴掌大的那个地方嘛，对，麻麻的好几十年，然后突然念佛的时候就有刺骨的痛。然后结果就是他忍下来，然后后来就好了。他还有个细节，他说那个巴掌大的一片痛呢，它是缩成一个点，对，真的一个点的刺痛，对。然后，但是他也很真诚嘛，他忍不了了，就说药师佛救命啊！对，他就念得更真诚，这样就跟药师佛这种吉祥的能量沟通到了，然后瞬间就没有了，就缓解了。所以这就是禅修的那种神奇，对，是佛法的神奇。对，所以网友朋友们。你听到的话就是神奇是真实的，但是自己体验你才知道它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来我们菩提禅堂来体验一下哈，病痛心结呀、情绪呀都能够解决。各种疑难杂症，没错，对，在我们这边是大问题，在药师佛那边都不是事儿，太好了哈，对。那也请师父给这位颜玉花网友送上一个礼物吧。好。这一盘子东西呢，这是好礼物哈。你看，这个是一个绿松石的挂坠哈，非常漂亮。对，我们从土耳其请来的哈。送给马来西亚的颜玉花朋友哈。祝你笑口常开，这个长命百岁。还有一饼普洱茶送给你和家人一起喝哈。喝了这个就能延年益寿。好，祝你新年快乐。好，接下来呢，也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的怡保的梁永利，他带来的故事。师父好，我是梁永利，今年56岁，来自马来西亚怡保。我经营一个卖杂菜饭的小饭摊儿。每天工作呢需要站7、8个小时，这严重影响到了我的腰椎。从10年前开始，我就不能久站，大约站半个小时或者走路15分钟左右，我的腰椎就会僵硬，要找椅子坐下来休息。每次看医生，医生都说是不同的病情，有的时候说是生骨刺，又说是腰椎错位，又说是职业病等等。我也做过针灸和推拿，但都只能是暂缓这个病痛，过了几天又回到原形。而这个腰椎僵硬疼痛的问题呢，导致我大概在6年前就彻底停止了工作。除此之外，我还有10年的胃酸倒流的问题，胃酸一直不受控制地流出来，喉咙部位总是有卡住的感觉。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吃东西，要不然胃就很难受。但是吃错了东西呢，比如说吃了糯米饭呀，胃就会很不舒服。
而且因为胃酸的问题呢，我每天都需要吃很多东西，不然胃就不舒服嘛。但是又吃了呢，又总觉得吃不饱。2023年的3月呢，我参加了菩提禅修健身班。刚开始我盘坐10多分钟就很辛苦啦，站着修炼大光明修持法，腰也是很不舒服，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神奇的是，课程第5天念完佛以后，我就站起身来拍打身体，突然发现我的腰椎不再僵硬了，而且全身都轻松了。这之后全程盘坐1个小时，或站着修炼大光明1个半小时都没问题了。课程圆满后，我去逛街，走多久也没问题。没想到10年的腰椎僵硬问题，通过短短的8天健身班就解决了，真是不可思议呀！2个月后，我又参加了一个健身班。这次的健身班，我辟谷了10天，胃酸倒流的问题竟然完全消失了。从此，我的喉咙不再有被卡住的感觉。原本一早起来就要先吃东西，现在不吃也没事儿，吃了糯米饭也不会不舒服了，而且很快就有饱足感，也不用一直都在找东西吃了。再过了2个月呢，我第3次参加了健身班。神奇的是，困扰我多年的干眼症这次又有了好转。之前我的眼睛一干呢，就要赶快滴眼药水，不然双眼就会像进了沙子一样，又痛又不舒服。或者呢，双眼还会出血，整个眼睛像染血一样的红。在第3次参加这个健身班修炼大光明的时候呢，我的双眼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停地流眼泪。而在这个健身班圆满之后，多年的干眼症就好了，我也再也不需要滴眼药水了。到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我每天都在修炼，我的健康都保持着良好。我也继续介绍更多的有缘人来参加课程，让他们也受益于菩提禅修。同时，我为了报答师父，现在也在禅堂做了长期的义工，服务有缘大众，衷心感恩金菩提宗师。太好了，真是，他的这个好的经验就是健身班要一个一个再一个的要去不断的上啊，每一次都有新收益，对，都有新的这个惊奇出现，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不以为它是大问题的它潜在隐患的这些健康的事情都会得到解决啊，实际是特别好的啊。对，也希望我们的网友们从第1个健身班开始像他一样不断的获得越来越健康的效果。是我们现在各地禅堂就每个月都会举办至少1次健身班。对，所以就是在有禅堂地区的网友们，欢迎你随时到禅堂去咨询提早报名。对，健身班是我们效果最好的一个班啊。好的，那也请师父给我们怡保的朋友也送一份礼物吧。好，这一盘礼物呢，送给马来西亚的梁永利尤其你看有个念珠，又是项链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砗磲的这个能镇静安神，带来如意吉祥祝你新年吉祥快乐还有呢，送一个宝瓶，葫芦宝瓶既能保平安，还能聚福聚财祝你们全家福禄寿常在。收到，感恩师父。好，那接下来再给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个挺有趣的故事来自旧金山的圆圆。他说，我家楼下的邻居极其难缠，他性格暴躁易怒，不讲道理，把公用的设施完全当成自己的。后院种上了很多他喜欢的植物，车库也全让他霸占了，放了一大堆的杂物和大车小车之类的。这邻居还特别喜欢钓鱼，有各种不同的渔具，还经常在后院和车库晒他的渔网，弄得我们进出都很不方便。他每次还把钓到的大鱼的鱼肠鱼肚全部都倒入后院的植物里，结果后院整个变得又腥又臭，苍蝇到处飞，到了夏天那腥臭味更是难以忍受，关上窗户都挡不住那个臭味。另外，他还常常在家里做大餐请客，餐后他直接把他用过的厨油和残渣都倒入了下水道，
经常把下水道堵塞，每次我都要等人来修，非常不方便。每次啊，我好好去跟他说这些事的时候，他都特别凶。他说：“这是我家，我想怎么做你管不着。”我跟他一次次的理论，最后都不欢而散。我们无法沟通，但又无法把他请走，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哎，这太折磨人了。很巧的是，有一次我到旧金山菩提禅堂参加活动，听到其他同修分享供灯的受益。那些看似人力不可为的事情，同修们请佛来帮忙，居然都能解决了。于是我灵机一动，为我的这个邻居点上49天的灯，希望佛菩萨能够帮我解决我们邻居之间的问题。点完灯之后，我就给他写了一个郑重的通知，让他把后院和车库都要清理干净。我本来想着他应该又会跟我对着干吧，没想到这位固执的硬石头几天后就把前后院和车库都清理干净了。他过去没有固定的工作，现在居然还找到了早出晚归的工作，所以就没时间去钓鱼，也不请客了。后院和车库变得又干净又清洁，整栋楼变得非常的祥和。佛前供灯真是太有效了，一个老大的难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邻里关系好了，环境干净了，还给他一份工作，从根本上救了他。这更增加了我对佛菩萨的信心。非常感恩佛菩萨，让我的烦恼消失，让阳光照进我的生活，真好。哎呀，这个佛菩萨可真是好哈！他本来就是希望他能够打理的干干净净的环境就好了哈，结果还没想到佛菩萨还送给他一份工作。是呢，真的，而且他的邻居特别难缠，他之前几次沟通这样都顶撞的哈，对，没想到这次乖乖的，是就全都是真好真好。所以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在我们人世间看起来非常烦恼的事情，在佛菩萨那儿就是轻而易举。对呀，这都是你真诚。对呀，这都是师父教给我们的哈。对，就是这些解决办法的这些智慧，还有对佛菩萨的恭敬和这种信仰哈，都是非常好的，就帮到我们。哎呀，真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那也送给圆圆一份礼物吧。好的。这个这么漂亮的玉念珠哈，这是和田玉的念珠哈，送给旧金山的圆圆啊。希望你呢能够圆满自己所有的美好愿望，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事事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好，感恩师父给他这么好的礼物啊。那么刚才呢，这个圆圆讲到这个供灯，你看多灵，包括前面我们几个见证里边也有为孩子供灯啊等等这些的哈。对，那所有的网友哈也是，如果你生活的地区有我们的菩提禅堂，那就到禅堂里哈去为自己、为家人，不管是健康还是烦恼还是什么啊，都可以在佛前供灯，都会收到吉祥的祝福和加持的哈，一定会得到你的这种惊喜啊，是这样。我们越真诚，佛菩萨帮我们帮的就越灵。那要是家里住的附近没有禅堂呢，就到我们的网站上来，菩提禅修学院的网站啊，这边呢也是有供灯服务的，而且还有解签的服务啊，还有一些课程啊，网络的课程哈，都是可以参与的。那说到供灯呢，现在是2025年的1月份啊，刚刚进入新的年度，那即将迎来的这个农历新年呢，过了之后呢，就会到了青蛇年了。师父讲过，这一年是一个烽火年啊，对健康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灾难性的这些事情啊，都会发生。就是这个青蛇年不是太平，那尤其有4种属相哈，更不太平啊。香哥，你还记得是哪4种吗？就是蛇、虎、猴和猪。今年呢有相反相冲的情况。所以有这个4个属相的啊，蛇、猪、虎、猴啊，那一定要为自己点一个安太岁灯，让自己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蛇年。那其他没有这个4个属相的，其实谁不想自己平平安安的呢？哈，对，点一盏灯都会保佑我们啊，更加的吉祥，更加的顺利。
那今天点灯的话哈，我们今天就会为大家上灯，那这个灯呢会一直点到正月的最后一天，就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呢。对，那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我们去转达了之后，他如果是在进了正月才点呢，也是 OK 的，那我们都会给他点满30天。啊，也非常感恩师父这样的一种慈悲的平台哈，给大家带来吉祥护佑的加持，尤其是这4个属相的哈，带来这个安太岁，这个在太岁年呢，带来你们的吉祥平安，感恩师父。那还有啊，就是也说明年是青蛇年、烽火年嘛。那除了点灯以外呢，我们也是随身佩戴一些吉祥的法宝，尤其是蓝、绿、白色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对抗明年烽火年的这个情况让我们清净，然后健康更智慧。是的，所以网友们也可以到慈悲音网站上去迎请这些法宝。慈悲音网站，还有就是北美的这个菩提禅修学院的网站都是可以的。那现在是2025年的1月份嘛，师父很慈悲的给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活动啊，就是在第1个季度，从今天开始，其实从1月1号开始啦，到3月31号，凡是在我们的慈悲音网站或者是北美的这个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一次性的订单哈，超过一定金额的，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精美的明信片的奖品。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对，就是一次性的订单哈，是这样子。反正我也是想，正好也要点这个安太岁灯嘛，对，再请一点青白蓝色的法物，就可以得到师父精美的这个普照。这个画作的明信片哈，再高金额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复制品哈。对，原大小、原画大小的，就挂在家里和公司多吉祥。对，就像我们背后的这个山林暖阳。对，这幅画作的大小挂在家里是非常吉祥的啊。来，我们争取得到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也说一次下次的那个直播时间。好的，提醒网友们，下次直播时间是亚洲台北2025年1月12号晚上7点，北美温哥华时间2025年1月12号早上3点。好的，我们下一次再见。那今天的直播时间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